来，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阿福，36岁，来自福建，保险销售；女嘉宾小文，23岁，来自福建，待业。来，有请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你们俩谈恋爱谈了多久了？大概半年吧。怎么认识的呀？就有一次我在跑业务的时候，就去他在咖啡馆上班嘛，我就去喝咖啡。之后就说觉得他服务不错，人也很温柔的嘛。然后之后就经常跟朋友啊、同事啊去他那店里喝咖啡，然后久而久之就说加微信嘛。后边就慢慢的说约出去看电影啊、吃饭啊这样子。哦，喝咖啡喝出来的女朋友。最开始的时候，我听说是你要来我们这个节目的是吧？对呀、是要说说存在的问题。是，就是说他跟我有矛盾嘛，来这里让嘉宾帮我解决。哦，跟大家做一个交代啊，小文姑娘现在是懵的啊，本来人家来这个节目呢，就是出现了一些问题，所以就跟节目组说了，福建得到天津来啊。他们订了从福建来天津的飞机票，结果飞机票一订，出了大事儿。这个时候你才知道，也就是说你到天津来之前才知道他的真实年龄是36岁，是吧？哦，在此之前你都不知道是吗？完全不知道。我觉得整个人都晴天霹雳一样。哦，都晴天霹雳了啊！骗人家了。主要也不是骗啦，主要刚开始还说不是骗。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说，年纪比他大，实在是比较多嘛，就不好意思直接讲，因为还有一些同事啊朋友就说我长得确实是像90后嘛。你长得像90后。哎呀呀呀呀！女朋友说你长得像90后。好，然后呢？然后就自己感觉比较自信的，人隐瞒就自信是吧？啊，人隐瞒想隐瞒吧。现在感情也不是还稳定嘛，那说出来矛盾越来越深。哦，我这2天脑子里就一直在回想我们以前的事情。哦，回想以前的事情。我就觉得说，原先觉得都没什么大问题的事儿，现在想起来就觉得他一直在营造的一种骗局，在洗脑我。哦，把我变成他想要的理想中的那种妻子的样子。哦呀，你跟我们说说哪些东西是你觉得过去是小矛盾，现在你觉得其实是骗局的一个环节？我觉得他有心想让我跟我的朋友疏远。啊，就有一次是我们一起吃饭，就是跟朋友还有他一起吃饭。然后大家都明明是聊得很开心，然后他找到空子就插话，就开始卖保险，就很尴尬，我就示意他不要说了。然后他这时候他就来了一句：“你们如果说现在不买保险，以后生病肯定会后悔的。”这话说出来，肯定当场所有朋友脸都直接黑了。那你有没有跟他说你以后不要在我朋友圈里卖保险啊？我有说过，我有跟他讲。我朋友不太喜欢他这样子在朋友卖保险。然后他说什么呢？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卖保险很辛苦啊，然后他要赚钱为以后着想。其实我有朋友就是跟我说，觉得他不太适合我，他可能就是察觉到我朋友不太喜欢他，所以他就不让我跟我朋友出去玩，有时候还会说我朋友一些不好的话。不是啦，主要是说本来我们感情现在就有问题，那有了挑拨离间，不是让我们感情越来越疏远，误解越来越大吗？哦，他们挑拨你什么呢？你觉得？他们有的就不认同我这个行业嘛，就会说赚了钱可能不稳定啊，怎么样的？哦，除了这个，你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什么是按照他的设计来的呢？我这2个月就辞了之前的工作。他就一直在逼我工作，但是其实我是想放松一段时间，就是学点我喜欢的做的事情。我现在报了2个兴趣班，想充实一下自己。然后他就开始一直提，就是那种兴趣班没什么用，因为都是一些就是艺术啊什么的，他觉得说浪费钱，然后就一直在念我。
如果说只是普通的念的话，就是我其实觉得还没什么，只是建议而已。但是我前段时间我开始接到就是别人打电话过来的招聘电话，还有那种就是应聘的短信。刚开始我就懵的，我又没有参加这种，为什么一直有电话过来？然后有一次不小心就是看到他手机里面的信息之后，好像他帮我的简历偷偷放到网上去，就是硬逼着我要去工作的态度。哦，那你这个不工作上培训班的这钱是谁出呢？我自己的。你自己过去的积蓄是吗？哎，这个好奇怪，你干嘛决定人家的人生呢？没有啦，主要是说他不上班一阵子是没关系嘛。那你报兴趣班报了油画，还有一个是什么琵琶班嘛，我感觉是没什么用啊。哦，你觉得没什么用，但是人家不是说人家自己要休假休息一下？他说过，他想要一个能好好陪他工作，生完孩子，然后孩子让父母带，然后能收心在家里面，就是照顾家里的这么一个妻子。我原先从来没有想过这种问题，但是现在想，他完全是在把我往他的那个方向去带。我问你啊，除了年龄，你还有什么欺骗别人小姑娘的呀？没有，就欺骗了年龄啊？对，算是善意的谎言吧。善意的谎言，你还发现他什么欺骗过你吗？他刚认识我的时候，就是说他是什么销售经理啊，生活条件挺好的，还递名片给我看。然后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其实就只是一个跑业务的，卖保险的。其实我不是挺在乎这一点，因为我跟他在一起，就是觉得说他这个人挺实在的，没别人那么多花花肠子。哦。但是就是现在想，他一切的容忍都是只是为了背后的目的做铺垫而已。哦，这个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结婚啊！他说我们结婚以后你会过什么样的生活？他在给你画饼是吧？你觉得？画大饼。哦，没有啊。你是客户经理吗？是啊。是啊，你一个月是挣那么多钱吗？这只是一个头衔而已，名片上都会这么印的。理解了，理解了。哎，36岁对不对？对。你在你们老家应该算结婚很晚的了哈。是。以前谈过恋爱吗？说实在的，确实没有。之前的话，在厂里面几乎都是没女孩子的，然后在里面一直待了7、8年吧。哦，你做保险有多久了？3年。在此之前你做的什么？之前都在厂里面做电工。在厂里做电工的。对。女生，我问几个问题好不好？相处半年对吧？你在不知道他年龄造假之前，你们当时就是准备来这个节目的，对不对？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？他想要结婚，我觉得我还年轻，现在还不到结婚的时候。就他催婚了。然后另外一个，我觉得我跟他的感情也没到结婚的那个地步上。哦，我问问你啊，你跟他交往最看重他的是？我只是觉得说，在面前我很自由吧。因为之前其实是交往过男朋友的，就是一些之间很大的问题，就是说，一旦意见不合就会吵架，会怎么样？但是他每次到这种时候，他都一定会就是说，先退一步。哦，他挺能包容你的，啊，他会让着你，是这意思吧？啊，如果他一开始就告诉你说他36岁，你还会跟他交往吗？但是没有这个前提呀，就是我们认识就是以90后为基础上认识的他。明白了。后悔不？骗人后悔不？后悔。之前也不是特地要骗他了，确实是说大家对我的评价感觉都没那么老，然后我也怕他知道我有那么大的不适合。他知道你的真实年龄之后很伤心是不是？你给人道过歉没有啊？没有。那你先道个歉吧，你不应该骗人家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啊。那现在也特地抽空来到这边，也是真心希望说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。女生，咱们放他骗你这件事儿先放在一边啊。就你自己感觉在这半年的交往过程当中，这个男生对你好吗？我之前觉得挺好，但是我现在感觉就是
挺表面的，就比如说心情不好打电话安慰一下啊，或者说他刚好在附近，他可以过来跟你见个面啊，但是没有说真正的有那种他很心疼你的这种事情，现在想来好像是没有的啊。但是那个时候觉得还是挺好的，所以这个事情就变得特别的复杂。在这半年交往的过程当中，小伙子是真诚真实的交往，还是用了一些这个手段，上了一些套路？为什么女生过去评价这段感情的时候还行，只是觉得没有到嫁的那个份儿上，但是也没有说要分手，但是就因为知道男生的真实年龄和男生的这个谎言之后，女生现在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像一个骗局，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呢？老师们又怎么看待这一对的关系呢？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来说你们的问题，最大的问题就是男生隐瞒了年纪嘛。其实在我们这个舞台上不少见这样的问题，他是隐瞒了年纪，有的人隐瞒了婚史。这一类人大部分都把自己的这些行为统称为善意的谎言，可是善意的谎言是有界定的，怎么能称之为善意的谎言？就看这个谎言的结果对谁有利。如果对你有利，那这不叫善意的谎言，这就是欺骗。如果对他有利，那可以称之为善意的谎言。所以以后千万不要打着善意的谎言去做任何欺骗对方的事情，到头来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接下来再来说你教条式的谈恋爱方式，你说是第一次恋爱，你呢其实没有多少的恋爱经历，但是你的恋爱目的性却很强，你非常清楚这段恋爱我谈到底就是要结婚的，可是我结婚的时候呢，我是有一个要当我妻子这个人的一个标准的。所以你碰到了这个姑娘，长得漂亮，年纪还小，你就要求改变她了。如果真的爱一个人，不是要求他改变，而是成全他，让他做他自己。所以如果你在经历下一段感情的话，一定第一不要欺骗，第二不要要求对方做任何的改变。想对女孩说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时候发现问题，其实应该算庆幸。有些人注定是要让你成长的，千万不要对爱情失去信心。他可能就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过客，教会你一些事情，告诉你成长，但是切记擦亮自己的双眼，长点心。好的，祝你们幸福。谢谢。左岩呢点到了一个问题，也是我想说的，说老实哈，就这女生一开始上来的时候，我们都不能理解她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。一方面是因为你脆弱，一方面是因为你简单，还有一方面是你本来认为
我找到了一个老实人，对吧？结果发现他不老实。我经常在考虑一个问题，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真正的老实人？有些人看似老实，但是在利益面前有的时候也会露出一丝狡黠。有些人貌似精明能干，但是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却能够表露出一种坦荡。老实是相对而言的，所以说一个人老实或不老实，不是你一双眼睛就能看得出来。人是一个多元的复变函数，它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，关键是看你有没有用心的去了解。你将来跟别的男生恋爱或者是与人相处，也一定要切记这一点，不要轻易的相信一个人，也绝不轻易的去污蔑一个人，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和长足的了解，好吧？对于男生来说，我亏你也说得出口90后，差了8岁呢，你怎么敢说呢？对不对？其实你最大的问题恰恰在于你轻易的说了8岁的差距。对于自己心爱的人，不应该用所谓的计谋和计策，有什么事情就坦坦白白说出来。如果在一开始你就向他和盘托出，说我今年36，我就喜欢你的善良，我认为你是可以跟我一起过日子的人。如果他当初是这么跟你说，也许你可能不会接受他36岁的年纪，但多少对这个男生的本分厚道就有了一丝尊重，对不对，姑娘？所以说这个男生一开始就判断了这个，我说36，你一定不会跟我先骗了你再说。你撒谎，失去了一切；你不撒谎，至少赢得了一丝尊重。明不明白？我们宁愿要一丝尊重，也不愿意要欺骗之后的利益和被别人戳破之后的尴尬，好不好？好，尊重别人，给别人道歉啊，就这样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儿？恋爱的方式过去很简单，是因为圈子，一个小圈子我们在一起吧，互相介绍。现在互联网乱七八糟的，好像就变大了，甚至这个邂逅啊什么的也变成了爱情的一种方式了，对吧？越是在这个时候，就是你不是在传统的方式上去了解这个人的背景的，新形势下认识的这个人，我这么说，那是一定要了解他的背景的，因为你们是在谈恋爱。听明白了吗？所有的电视机前的人都是一样的啊！我亲爱的年轻的朋友们，这件事儿是特别必须的，因为是保护自己。就你决定开始跟这个人交往起，就得让这个人和盘说出他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这个特别重要，因为我们交友方式变了。过去是同班同学，他干嘛？你太了解他了。现在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跟他交往不看不行。我这么说，他也是说你。对吧？别一着急结婚，下次碰到一女的想给你骗了，你还被骗了一样。做一个对自己负责的人，也做一个对别人负责的人，请你们慎重交往，更慎重交心。来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其实这段时间也不是说，真的是想骗你。我们走过了这半年的点点滴滴，其实是说，我们2个真的没有互相的去真正的了解。你也不要生气，我之前说过的话都是真的，也对你也是真心的。希望我们2个之后能够继续成为朋友。我很庆幸我今天能过来，要不然也许某一天。我要等到民政局去领证了，我才会知道原来你在骗我。我也不是真正的想骗你，确实是说请亮灯啊！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，请开门。还有要说的吗？没有了。谢谢你能来啊，加油好吗？好。
唉